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胡说北道对话环节。我们今天呢，邀请了一位在中国内地做投资的投资人，来一起跟我们探讨一下最近中国内部发生的一些变化。这些变化呢，就包括了一些科技上的突破，或者一些科技上的发展。那到底这些科技的发展会直接影响到整个经济体的怎么样的导向呢？或者对整个投资环境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启发点呢？我们一起来请问一下 Eric。Eric 你好，你跟我们一起介绍一下你自己。大家好，我是 Eric，以前做过这个机构投资啊，投资有股权投资、证券投资，我呢今天呢给大家呢从我自身的一个是我从事产业啊，还有一个是从事投资行业了以后，对中国的这个就是大家目前比较关注的几个领域里面的这个产业变化，以我在前20-30年亲身经历提一下，或者说给大家分享一下中国的这些领域的整个这个变化的一个里程可能呢不是通过这种理论高度啊，只是从自身的这种体会来给大家分享，可能给大家一些借鉴吧。可以啊，可以啊，没事啊。那好，那 Eric，你觉得就最近中国有发布了很多这个科技上的新闻，就包括了大家都很兴奋的那个大飞机啦，国产大飞机，那还有另外就是中国的国产的芯片香山这个CPU 这也出现了。那你觉得这一切的改变，这一切的变化是一个什么样的启发性的东西吗？在我们现在看来。这个 C919的这个呢，尤其是海外的一些这个质疑者的这个声浪特别大，他们质疑呢主要是在这个国产化率上。我觉得就是挺奇怪的，就是实际上，就美国来说，它的很多的产业，它的自己的国产化率都没有到100%，为什么要对中国要求那么多？而且呢，这个是 C919，它是商用的啊，它不是你国防领域。国防领域，中国很多基本上都是100%，有一些也会就是外采，但是在军用领域，就是军事领域的话，很多它对这个要求自给率啊，或者自己这个完成度啊，都有一个比较高的一个要求但是在商用领域里面，一般来说它是要有一定的联合度，它要考虑到这个商业竞争和市场成本、客户的一些需求来综合确定。所以，其实我看到有些就是他带着明显的政治的这种意识形态啊，尤其有些这个提出这个质疑的言论的人呢，号称呢以前也做过金融或者做过产业，我就觉得实际上很多的时候是以意识形态为出发点。那我做这个相应的剖析的，不带任何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色彩，我只是通过中国这个有几个产业它这个发展呢，给大家一个就是我切身的体会，给大家一个分享。你比如说这个 C919的这个出现呢，实际上也不是偶然的。同理，就是在今年大家看到这个比亚迪一下火遍这个全球，实际上也不是说比亚迪一个品牌它的突出体现。再往前推呢，前几年的这个中国制造的手机席卷全球啊，就即便是苹果，它的大量的产能也是在中国制造的。我们先说最早的这个手机产业。手机产业实际上前面的时候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了以后，我在这儿切身体会就是，你说诺基亚，当时诺基亚、摩托罗拉进入到中国，然后呢，包括这个韩国的三星的手机，包括这个当时品牌很多到中国了以后，原来的这个不是智慧型手机，还是有传统的那个按键型手机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啊，这个像这个天津这边因为有三星嘛，对吧？三星一个重要的给三星配套，有三星还有摩托罗拉，当时摩托罗拉也在天津这边，你就会发现它的配套厂商，你比如说我们以前的这个按键的这个手机厂商的配套厂商，当时有韩国的厂商，有这个台湾的厂商，还有日本的厂商，他们什么注塑，就是
这个原来的老的，如果年纪稍微长一点的这个朋友呢，可能记得以前的按键都是塑料的，它那个用的是注色的工艺，哎，对。然后呢，中国的手机产业一开始是他们来说就是成本替代。当他们一开始中国打开引资了以后，引进来以后，我先不说芯片其他的，我就说最简单的这个按键这个很简单吧？对。一开始台湾人、这个日本人、韩国人过来以后开这个注塑厂，然后给他们的手机供应厂商呢就配着一个小小的这个塑料按键，一个按键可能挣不到1分钱，但是架不出量大呀，对不对？对。他们这些当时第一波进来的像这种台商呀、韩商呀，这个日本的商人做这个，然后中国人慢慢掌握了这个技能技巧，因为这个当时一个是中国的基础化工也有，然后这个就是按照这个手机厂商它的不断的更新迭代，然后我能出这个相应的这个品牌的，或者我比它成本更低，那很容易就把他们这厂商就替代掉了。对对，很快的就替代了。然后呢，后面呢就是到这个相应的这个手机里面的其他的小的配件的一些配件，然后也是难度比较低的，它就开始替代。替代了以后，它就把在原来手机厂商里面的其他的供应商就挤掉了。我相当于进入到你的供应体系里面，进入到供应体系里面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供应体系里面重要的，我们说汽车。大家看的，比如说汽车，看到比亚迪，你光看到一个比亚迪的一个品牌出来，实际上它的供应商是一个大的一个矩阵，是一个产业链非常长的一个产业，所以你实际上背后看到的，实际上它的很多的供应商是很多的。它的一个供应商入围的话，进入它的供应商体系，就是说按照常规的时间来说，也得5到6年。你的产品得送样，要验证，各种的报告，然后呢产品检测，然后试完了以后，最后可以了，批准你入围。入围了以后，也不是给现在正在卖的这个产品来供货，而是未来的定制产品了以后，然后你才纳入进来，就是进入到这个新的下一代的或者这个下2代的这个汽车的这个新产品的研发里面，然后你进入到，实际上它的周期是挺长的。中国的一开始就是电子行业进来了以后，先是替代低端很快，基本上我印象当中的话，天津这边的厂商除了三星的，因为三星的相对来说供应商体系，它的那个牢固程度比较大一些，其他的组装的厂的话，它相对来说低一些，大概有2年的时间，基本上本土的这个中国工人的这个技能呀，或者你的一般的研发就低端的这个手机的零配件就被替代掉了。替代掉了以后，进入以后，然后就开始往上走。我进入到里面的一些PCB 板呀，你的线呀，对吧？你的一些其他的一些不是特别的核心的，除了这个芯片之外的一些零部件就开始了。同样的道理是，一开始中国的这个汽车的配套，就是我们叫汽车配件。汽车配件上有可能一开始进来，你比如说给日企呀，或者给韩企呀，德企一开始还没进来的时候，就给日企、韩企供应什么呢？你比如说车门的把手、车标呀，车里面的一些内饰啊，开始进行相应的这个给它代工了以后，开始逐渐替代。然后后面我们发现，这个我们的汽车配套厂商就开始逐渐的开始升级，里面的开始金属元器件呀，汽车的一些打磨件啊，然后后面到汽车里面的线束呀，对吧？控制源里面的单元啊，就是这样替代的。手机这个中国的这个进入的比较快，因为它整个的这个产品呢是看它的产品周期，那我们的那个手机的产品的迭代周期非常短，所以供应商就机会特别多，所以它迭代快。中国的这个厂商呢，学习能力，它的技术提高能力，它跟着研发能力，或者它能提出新的产品解决方案的能力提高，就跟上了这个手机厂商。再加上一个是什么呢？中国的自己本土的厂商，自己从芯片呀，包括手机的一个设计啊什么的理念开始提升了以后，就扩大了你的手机配件厂商的一个规模。所以因为你的量出来的了。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因为以前那个手机的更新率可能很快，然后就让它基本上有一个比较快速的学习机会，然后就很多人就学会了怎么去做这个手机的按钮或者什么的配件，都可以马上找到一个出路了。就是做这个工厂来说的话。它实际上华强北呢，实际上是一个怎么说呢？它是一个产业。你比如说老共其实也没有特别的，你说给一些政策的优惠扶持，这个领域里面给一些，但是市场的导向还得靠自己去竞争。那华强北呢，就是在手机这个产业领域里面，当时中国你比如我说的，在北方有天津，对吧？南边的一个长三角那边。那最后竞争出来就是华强北那一块的这个手机的配套厂商供应商非常强，它整合能力强，它成本低，它的技术优，它的产品质量好，最后竞争把这个北边的这个厂商就竞争下去了以后，基本上它整合能力最强都在华强北一带嘛，对吧？供应商。可分布其他的，但是核心的都在那个地方。它就是一个在中国一个从这个低端的这个零部件配件，然后开始往顶端走的一个过程。它迭代速度快，你显示出来了。同样的，在汽车领域也一样。领域但是它这个周期就相对来说比手机会长一些，所以你的这个配件厂商、配套厂商，它的更新迭代的速度就会慢一些。但是经过招商引资啊，招商引资让其他的品牌进来以后，其他大品牌到你中国来，然后呢，就像这次这个前几年的时候，马斯克进来以后，那上海这边代表中国这边提出条件就是，你来中国这边，我给你税收优惠，我给你土地优惠，给你一些配套的优惠，给你提供很多的条件，但是呢，你这个里面要逐步的实现你的这个我的国产化率。国产化率是什么？就是你的配套厂商，我要不断的这个比率提高。如果你在国外的你设厂，我肯定，如果你觉得核心供应商他能力够，你提高就可以。那个我不做指标要求，但是在中国本土销售的汽车里面，你从一开始的30%、50%、80%到90%，都配套厂商就是在本土的，他要在这个市场里面竞争，他是不是技术要迭代、要更新、要往前走？那你的配套厂商的能力就提升了。配套厂商提升了以后，这个配套厂商给特斯拉供货，那我也给比亚迪供货，我也给其他的厂商供货，是不是？由这些配套厂商的这个能力提升，就实际上就增加了这个品牌的你国产品牌的或者其他品牌的这个供应能力的时候，它的技术提升，这也算是，所以它是对，实际上是个产业矩阵的一个提升。这也算是一个鲢鱼效应吧。对，所以呢，然后我们再把它推到这个飞机这个产业链里面，其实也是一样的。比如说天津这边的这个汽车的配套厂商呢，不好意思，也是有点竞争不过南边。你比如天津这边有一汽，对吧？然后现在有丰田在天津这边好几个厂。那我们看东北也有汽车厂商，上海的大众，然后南边的这个广汽，是不是这几个品牌厂商？然后后面还有比亚迪，那天津这边也比不过。但是我们说到这个飞机领域里头，飞机的品牌这个，我们天津这边有这个空客的组装线，那里面空客在给中国供应的订单里面也是有一定的这个飞机的这个配件厂商在给他供货。这边也是，比如说华北有个产业集群，或者是像南边的一些产业集群给空客的一些配件。以前你没有技术能力，但是他过来以后也肯定是带指标的啊。我要在供应能力供应核心的元部件有可能我不行，但是我配件厂商他加入到你的产业链里面提升了，达到的要求以后，然后呢，你比如说天津这边我就看过相应的这个厂子是给谁呢？给庞巴迪。一是世界著名的这种车，对吧？跑车的这个制造厂商，但是大家如果去查一下，庞巴迪还是什么？还是这个世界上这个占有一定比重的私人的小飞机的一个制造厂商。这儿就有厂商给庞巴迪在供应这个飞机的零部件。那所以说好像听起来都是那个。这种科技上或者整个产业的发展的路径，都是利用这种鲢鱼的效应去引导的，或者用这种
无形的手在市场上的运作的时候，带动了很多人去参与这些大的品牌或者那个外企的那个发展，然后就从中学习到了那个做那些不同的东西，产品又好，科技又好，各样都好，然后就发展到一个矩阵型的一个 supply chain 这样的这个整个产业链出来，然后就通过产业链去再从组合去做到一个新的或者国产品牌或者一种新的国产的科技又好，产品又好，这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思路去发展嘛，一直来。然后呢，我们再分析一下其他的几个品牌。你比如说，日本的这个车企在这面发展最好的就是丰田，其次下来是本田。但是进入到中国市场，你比如说三菱呀、铃木呀这些品牌，或者包括尼桑呀，发展都不太好。发展它不太好的一个原因，我觉得就是在于它的供应商体系。没有，你说的发展不太好是什么意思？那个 Toyota 跟那个 Nissan 不是已经是全球卖的比较好的那些品牌了吗？一直以来也是。我指的是在就在中国范围里面，它发展的不算太好。就是比如说发展最好的就是这个丰田。为什么丰田发展的比较好的？因为丰田基本上是中国这个供应链在这个丰田整个全世界的这个供应这个车体系里面占有一定的比重。具体的这个比重的多少，它可能有浮动啊。因为我们从一个这个细节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日本的有它自己的，我忘记了日本就是应该是日本国内比较大那个钢铁企业起诉这个宝钢，当时起诉什么？就是这个丰田在它这个新的一些车型里面用宝钢的一种特种钢嘛，你知道吧？他起诉宝钢，就说宝钢好像侵犯了他的知识产权。我们就其实看出来，就是说什么呢？就是实际上就是丰田在全世界供应的汽车里面，很多的零部件其实在中国的产业链里面在提升。这样的话，它的这个比如说它出货量大，然后它的这个更新迭代的快，然后你的供应商这个能力提升，你跟得上它这个以后，它有这种相辅相成的一个作用。那我们看呢，比如说这个铃木在中国就非常差，在哪儿呢？就是没有更新迭代。也没有本土化的这个供应商体系，就没有形成这种就是这种良性的循环，没有体现出来。这也是这个包括跟这些合资厂商，就是你跟中国市场的，比如说它结合程度啊，你的发展是不是能够很好的吸纳，然后你的战略能刚才说到那个其他那个品牌供应商的这个没有形成这种驱动关系，因为就是在中国市场，实际上这个供应商和供应商之间呢，其实还是有比较强的这种市场竞争关系的，它并不是那个比如说一潭死水或者捆绑特别紧密的。尤其是我觉得日企可能就我接触和了解的话，日企它可能供应商捆绑它保持的时间会比较久一些，而中国这边的供应商是这么个特点，就是一个是它的产品的质量，还有一个是它技术更新的能力，你必须要跟上这个车企的节奏。你要更新就是跟不上这个车企的节奏的话，很容易被新进者去替代的，你明白吗？对。所以它就有这种科技加速的这种结果。为什么中国的一些后来这个配套供应商体系成长起来以后，然后在其他国家形成一个强大的威胁，就在于它这个内生的这种竞争性对于它的这个技术这个提升就非常的这个关键。就在这儿，所以呢 ，C919呢，这个目前是60%的这个国产化率，包括疫情的时候，我的其他的朋友，这个因为这个产业里面需要一些零部件，原来呢，他们比如说采购是别的国家的，比如说在意大利，结果意大利那阵儿闹这个疫情，结果那边就3、4个月他没法开工，也没法给供货。后来呢，像这个供应链就存在这个问题，后来他们就提出来了，他们可能以后就是给这个订单呢，可能就得国内给，比如说也得给一定的订单，国外给一定订单，也不能完全的给国外了啊。以前可能会考虑到这个，比如说做的这个成熟度呀，或者一个成本，它有些真不是说你做不了，而是它值不值得去做。
嗯比如说你花那个机会成本，有可能你获得那个回报和收益不合适，从商业上考量，它就可能就不太合适，并不是说这个很多这个外边媒体就是说中国的科研能力或者科技能力就打国产化率60%多，我觉得一个商业的正常的60%多已经可以了，因为嗯你还得给一些合作伙伴分担的。对吧？嗯因为你这个产品是要走出到别的市场里面去的，对吧？嗯你不给合作伙伴留这个相应的这个他的这个份额，你回头进入到人家市场里面，人家为什么要给你留一定的市场份额？所以从商业考量，包括外资原来进到中国里面，为什么会采用中国的供应商也一样？你在这个土地上挣钱，你就得给这边的供应商要给一定的这个市场的优惠。同嗯样的，你比如说中国的高铁现在要进入到东南亚，东南亚的这个那个什么那个它那个高铁进入到东南亚了以后，然后现在有一些技转嘛，它有些技转的这个方面的，你说当地的供应商是不是就是中国技转了以后，当地比如说中国这边派过去的一些供应商也会采购一些本土的一些供应商。一嗯个实现一个对当地的一个技术的一个扶持，还有一个是这个相当于你进入到人家的市场里面，你也肯定也赚钱嘛，对吧？所以这个觉得从商业来说就是很平常的，很普通的。所以中国的这个，我目前感觉到或者了解到的这个，其实不光于这个现在已经大家也看到的，比如手机产业链和比如说电子这个汽车，前面刚提到的汽车，对，对，还有比如说大家都知道这个充电桩，还有光伏，嗯都是一样的。嗯这个不是外资品牌进来的，而是自己内部竞争的这个结果，然后往外输出。嗯。那这个这实际上，个属于是这个属于中国用就是国力去投资引发出来的这种科技路径嘛，就是好像那个太阳能啊，跟那个其他的充电桩什么的，它那个或者太阳电池的，能的这个新能源这个领域呢，是中国在考虑到这个减碳，然后嗯有一定的补贴，然后呢，它让行业里面实际上有一个就是说有一个整个发展的一个缓冲期，我个人这么理解的，就是他会定一些标准，然后这些企业呢，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我给你一些补贴啊，或给你一些税收优惠呀、是让你在这个发展中呢，你要往这个目标或这个标准上面去走。嗯，啊，包括这个新能源车不是也有骗补吗？新能源车也对有倒对，闭的，就是在竞争中，这个就是说我都会给你设这个标准，都会这种。然后呢，有些人可能会投机取巧，有些人可能会这个竞争不过。你比如说这个中国车企，大家看是比亚迪挺好的，你没看到华晨不就倒了吗？对吧？嗯。还有前面的时候那个变成代工厂的江淮什么的，就是它自主能力不行了。这个是我觉得就是整个在市场里面你要看到多元的这个颜色，然后同样的一个这个市场环境和氛围当中，它势必会走出一个强者的啊，而且强者也就是不多的那几家，大部分都是在这个过程中可能贡献了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然后有这个经验积累或者有这个分母了以后，最后才能顶出来那个耀眼的分子嘛。这个听起来就中国内部就一直在做，好像嗯西方社会的那种 VC 一样，就是他就是投，就可能就好像什么的一个 sector，他就投十家或者十几家，然后就嗯。发钱出去引导这个行为，引导这个科技的路径。然后呢，在这个过程里面呢，10家里面只要跑出一家，好像比亚迪那样的话，那整个投资的回报率就回来了。他还不是他，你比如说，这个宁德时代吧，宁德时代这个嗯我知道，这个我们合作的比较深，这个前面的这个，就是排名靠前的头部基金，嗯嗯他这个投资啊，他投资都是挺商业化的，他嗯这个就是他虽然有政府色彩里面，但是政府色彩的这种，比如说我们说引导基金或者嗯产业基金，它实际上也是按照商业化去考量。你比如说
这次这个被清理整顿的这个半导体基金啊，或者那个微电子那个基金、半导体基金、集成电路基金，这个在投半导体里面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啊。这个有可能是战略考虑方向什么的，然后内部的一些情况没有披露出来，咱们不太清楚。但是就我了解的，像这个新能源产业里面的，包括其他稍微传统一些行业领域里面，它的考虑和考量还是以你的这个我们一般跟我们看这个股权投资项目是一样的，是你的比如说技术能力。你这个我们都要看行业的发展趋势，你的技术能力、你的管理能力、你的成功概率是什么样的？还是这个核心还是在这里面，你不可避免的就是说在这里面投可能会出现有失误，但是就我来看，这个就是造假的，或者说这个骗的这个程度里头，你比如说有20%-30%，我觉得是很正常的。很正常的，因为你最后出来尖子的那部分头部的，不过也就是20%几嘛。对啊，那所以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就允许那个乱象出现，就是因为他投了10家里面，总有可能1-2家是特别坏的，然后呢，其他就普普通通，就变成这种好像僵尸企业那样。那只要头部的这1-2个跑出来，那它就可以带动整个产业的。整个科技的路径的发展，然后带动其他的那个消费的经济的发展了。对，你比如说这个里面，比如说有造假的，有违反市场经济规则的，或者说有差的这种的，那它跟美国市场一样，你负相应的法律责任就负法律责任。但是你这个其他的里面，你比如说这个管理失败或者方向失败弄完了以后，那你就通过这个上面头部的这些企业，它头部企业它一旦跑成功了，跑出来了，它需要什么放大嘛，对吧？对。它需要扩产放大，实现规模的一个再复制，那就把那个跑不出来的以后，回头就把它进行那个就相应的并购不就完了吗？你比如说那个江淮没有自己的那个汽车没有跑出来，那它的这个加工制造这个工艺能力水平可以，那它那个厂子就拿出来以后给那个谁给未来做代工。是不是达到一个产能的一个利用呢？这不很正常的一个市场行为嘛，对不对？对，或者他自己从代工做到自己品牌嘛，好像那个步步高不就这样嘛？以前那个步步高就是在广东的嘛，他就是代工做那个翻译器，就是那种以前有人用过这种翻开里面可以打字进去翻译英文的那个东西，那个时候也是好像是帮那个日本企业做的嘛。做了，然后就慢慢的从那个变成了手机，然后到了现在就是 OPPO 啊，那个 OnePlus 啊，那个这么出名，就是头部的那个品牌了，已经形成。对，包括新能源领域里面，有一些企业呢是当时给，比如说我前面接触过一些企业，就给比如说韩国的 LG 啊，或者是夏普做它的 OEM，甚至后面有那个 ODM 的那种的，就是海外的客户的这种需求，但是他们由于这个技术能力呀，或者人员呀，这个或者成本考虑，他们不太合适拿过来给中国这边的企业来做。那中国的企业，通过他自己的基本的技术提高，然后呢，获得海外客户的这种需求设计，对他来说能力也有一定的提升。你总归需要去做，你才会有长进。你不做是永远不会有长进的。对。那你这个，你说啊，这是一种类型，然后呢，我就是从迭代最快的手机产业，然后提到的就是我们最近的这种到这个，比如说这个汽车比较风光的汽车，然后再到现在这个商业的这个大飞机，其实它走的这个里程和它这个行业的发展规律都是一样的。那么我们说一说这个就大飞机的这个背后的大概我们有聊过，那我们去看看这个电脑这个板块的发展吧。最近那个香山那个芯片也出现了，但是就是很多人还是质疑这个
芯片或者这个电脑产业怎么没有搞起来？好像还是没有那种汽车啊或者那个手机那样搞到一种国产化的那个大品牌啊，或者那个大的一个供应链出现嘛？这搞不起来嘛？还是怎么样？从这个信息产业、集成电路或计算机的这个领域里面，它的特点呢，跟那个传统那几个产业呢，这个就不太一样了。你比如嗯说，它这个更新迭代呢，像那个我前面说的，你一开始进入到是个手机，原来传统手机产业链是非常简单的，那个注嗯塑机呢也不是很贵，然后呢，嗯你把这个原材料掌握住，然后把这个工艺掌握住，注塑机管理好，啪，然后有人工盯着，这个东西就出来。出来以后，有这个产品技术提升了以后，你就能切入到那个产业链里面，投入也不是很多，然后只要这个技术上面有一个积累就可以。但是半导体产业和信息产业里面可真不是一样的，它这个嗯前面的积累。它这个里面呢，这个技术难度呢，还存在在哪些领域里面？比如说，中国的教育体制里面的像基础学科领域，对嗯吧？我们的基础学科里面的人才不够，就带来了你在这个比如说材料啊、应用科学领域里面的一些就是知识层面上人不足。嗯还有一个就是那个里面的是个大资本投入啊，大资本投入以后，一个是风险比较高，一个是周期比较长一些。然后但是呢，它这个产业里面又迭代特别快。你看，我们说摩尔定律，原来是摩尔定律里面每那个什么一两年不就会有一个更新迭代的它的一个降本呀，或者技术往前进步。对对对那你的投入期和它的这个整个这个发展周期，大投入的跟你的发展周期相匹配的难度会比前面我们说的这个手机产业链啊，或者其他那个产业链会相对来说它的特点就是难度会更高一些。然对，后呢，你的这个这个材料学你跟不上，因为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整个系统架构的一个体系，你条件不具备，你就追赶起来就相对来说会难一些。那中国在这面呢，以前呢，比如说这个这就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进入到这个 WTO 里。对，WTO 里面呢，这个我们原来的 PC 的普及率，你像我的第一台电脑是什么时候呢？我们家里面条件也不算太好，我98年才有自己的第一台电脑，98年才有了自己第一台电脑。然九后呢，八年已经也很不错啦，其实就是啊97年、98年那个年代才开始有电脑的出现嘛，就普遍来呃，说，中国不是啊，中国不是，我的一些同学可能上高中的时候，他们家里面条件要如果可以的话，94年左右，我看94年，有些人可能91年的时候家里面可能就有电脑了。这么早吗？91年就有了吗？91年那个年有啊，代真的比较少吧？九一你像我年，们我们上高中的时候，上高中，比如94年、92年、91年、92年的时候，我们就是有电脑课了，有电哦，脑课了，学校的机房里面就有电脑了，有简单的像苹果机什么的都有了。嗯你可能一些打字啊，有简单的这个编程都有了。然后呢，有些人的家里面也就配这个，然后有些玩啊，有些可能学一些就有了。比如说我的第一台电脑是98年出现的，然后刚好呢，这个中国入世，这个就必须要提到这个联想了。联想的嗯这个对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整个企事业单位的这个信息化普及，对吧？然后全民的这个电脑的这个普及，因对，为你像这个信息产业这个必须得有一定的相当大的人群，你得应用啊。你比如说为什么我为什么98年你学的就是信息技术产业的这个那个专业，你要对没有电脑，你怎么就是得上手得应用啊，对吧？对，你光学理论的，他不上手不应用，他没有反馈没有提升，你回头怎么在行业里面去做呢？所以，入世了以后，我觉得中国最难谈判的其实就是在欧洲和美国嘛。在美国里面，他肯定给你设置很多门槛，就是你要把一些市场开放给我，然后换取我同意你进入到 WTO 嘛，对吧？嗯其中这个当时说的
次讨论的非常比较关键的就是这个开放哪些领域里面，然后你哪些往后缩一缩，然后你像知识产权啊，一直追着中国打，不就知识产权嘛，对吧？当时我们就看到一个特点，就是我们今年就是未来面对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国产替代。这些产业里面的国产替代的一个特色，给大家提一提。以往啊，联想为什么能做大？它其实沾了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一个光。没有他，就是中国在你那个等会儿那个联想它，我记得是它本来是一个国企吧，还是怎么回事？它是背景是怎么样的？怎么说呢？我个人感觉它是一个属于中科院底下的一个三产吧。你去剖析它今天呢，没有人去细说它到底是一个定位，官方也没有特别去说。包括这个股权转让的一个，包括我所接触的或了解的以后，有些中科院下属的可能一些企业也比较多一些啊。你说哪些是他真正的他自己的，就是说中科院直属下来的企业，哪些是属于那个有些就是说这种产学研相结合以后批准通过的一些公司，你不好去区分。你明白吧？所以我说咱们不太好去完全的给它定性，因为这个它这个领域里面好像不是定义的特别的明晰。可以，没事。我只能说联想它这个结合呢，肯定是一个这个非常的这个历史的选择，就是为什么我提到这个跟美国这个那个谈判呢？在知识产权里面，我特别关注，就是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联想维修站做维修工程师嘛。那时候就这个当时就是说，原来大家这个装这个电脑里面装的都是 Windows 盗版系统嘛。盗版系统，然后呢，后来比如说买了联想的机器以后，联想机器会附带一张 Windows 的系统盘。附带一张 Windows 系统盘，它批量去把这个放在它的这个整个品牌机里面，肯定是付了这个专利费了。所以说你买回来然后自己再装是吧？对，你装的你这时候这个肯定是它那么大品牌的拿的这个 Windows 肯定是授权的嘛，对吧？你交了专利费了以后，然后通过微软那授权去做的。然后呢，我为什么在说这个背景呢？肯定是这个中国和美国在这个进入到这个 WTO 里面谈判里面涉及到这些领域里面，知识产权里面，当时在这个因为别的企业介入还比较小一些，这个微软介入的比较多，而且微软在中国这边很早的时候有投资啊，咱们现在看微软的比较落地的一些企业，实际上微软其实挺早就进入到中国了，它在里面有一些铺垫。那这个里面呢，那我们就想到这个当时的其实也有别的品牌的这个家用电脑，我可以数一数，就比如说这几个高校的啊，这个北大方正做过个人电脑，清华紫光做过个人电脑，跟联想一样，然后还有大家比较知道的神州电脑，还有国企里面做的这个长城电脑都已经没了，这些电脑都有。我记得我同学的当时他们家的第一台电脑就是长城电脑，我印象中就是其实挺早。但是为什么后来那个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正彩啊，我忘记正彩平台是什么时候就建立的，就是正彩里面我们可以发现很多的单子都给了这个联想，很多的单子都给了联想。难道是那几家都做的不行吗？产品其实联想不是也就是个大集成商嘛，对不对？我看我联想的板子，前面的之前联想一开始做的时候出的前面，我想那是21年，就是前面几年它联想刚出来前面几年出的板子里面，像主板还有联想自己的板子，到后面出来的板子，你像用微胜的板子我也见过，微星的板子也有。还有谁的板子？也有联想自己的板子。那上面你像这个芯片什么的，那不是都用别人的嘛，对吧？这里面的很多的集成件，很多都不是中国厂商的。你再加上一个这个什么，一个这个光盘，美国的，对不对？
然后你这个机关事业单位那么多，需要那么多终端一集采，其实别的厂别的家做集成啊，清华紫光、北大方正也集成呀，清华的为什么单独给他呢？就是肯定是比如说通过一个平台，然后把这个大的主要的这个交换交易这个要求都列在里头了。嗯，对，你给我开放市场，开放多大的市场，有多大的量，就像那个美国跟中国要求，你得采购我多少多少的产品来弥补贸易逆差，是不是一个意思？就是对不对？这个我还是不知道，但是我以前听过人家跟我说，就是当年的那个好像戴尔不是也进中国了嘛？就 Dell 也啊，是戴尔干也有，不过，对，也干不过这个联想的那个销售量，是因为那个有人跟我说，就是以前的那个他们做这个销售的时候，就是好像戴尔这些他就不会中国国情，配合不了，然后就是他落在不了地，他落不了地是你这个采购出来以后，我为什么说为什么最后就把联想要做大的？你要如果正采，你要给那个谁，给清华紫光也给，北大方正也给，长城电脑也给，你回头你要引入到那个戴尔、惠普都进入到中国市场里面，你中国没有一个大个儿的，你跟他们怎么竞争去？对吧？对对，但是就是说那个好像就我听人家说，因为他那个人是以前做过这个戴尔跟那个联想的这种接触吧，就是在这种销售手段或者什么呢，就是外企就戴尔这些呢，他就没有用到中国的规矩去做这种买卖、这种销售，嗯，然后在销售端里面就亏了。联想它是什么？联想在这个占市场里面很大的一个特色在哪儿呢？就是当时很多老百姓买了电脑以后，他对联想对这个电脑的这个使用并不特别精通。就是如果你不是一个对计算机非常了解或深入的人，你一使用电脑以后，经常会出现问题。我嗯当时就是做的这个维修工程师，维修工程师联想的一个大特色，前面出来就是联想的服务站。联嗯想服务站就是，如果你的电脑出现问题，我们是上门服务的，尤其是在保期间，比如说在保的3年期间，如果出现了问题以后，我是上门服务。嗯，包括如果你的风扇坏了，电脑的风扇就是原来的传统那种风扇坏了，对对，我会给你直接换一个新的，嗯，我那上门所以这些免调就没有费服务。做嘛？对你不可能啊，你让他做一个服务体系去，他可能做吗？你包括嗯那个我们当时给那个就是比较大的那个，他可能这个一个这个机关事业单位可能好几十台电脑，那你只要出现问题了以后，我都上门服务，哪个件儿坏了以后，只要在保期间，我就直接给你换个新的。嗯然后有些还帮助你可能上门做一些调试。你说落地服务，他们这些外资厂商他做不了吗？做不了。那嗯客户一用了以后，他可能是个很小的问题啊。你比如说有一个蓝屏问题，我以前碰到一个客户，就是那个计算机上蓝屏了，嗯蓝屏了以后有可能是内存的问题，然后有可能是主板的问题。那行，我去客户那边，我带一个内存条，带一个主板过去给他调。后来呢，我们就会去给他做调试，给他调试，最后发现什么呢？原来内存条松了，嗯他就开不了机。那你把内存条拿下来以后，擦亮以后，啪一扣，把它一弄，正常了。你说外资的品牌商他能做吗？如果嗯这问题解决不了，他使不了，他肯定抱怨你的品牌不行啊。嗯，那这样不会啊，大大加大了你们的成本吗？就是这样也挺贵啊，这样的服务。对啊，所以他前面的是通过服务的时候开始切入到市场，然后迅速的去占领市场，然后开始降成本。你的量，像这类电子产品，你只有把量打得非常非常大，你的成本才能下来，嗯对不对？我要比如说我联想自己做板子，那你的销售量如果
比如说100万台电脑，有100万个板子，再加上更换的维护的那个量，然后我们乘以比如说20%或者30%，对吧？130万的板子，你要全部自己做，和你比如说我跟那个谁，我跟微星采购，或者我当时还有威盛，我跟威盛采购，那我的量，比如说再上一个级别1000万，那成本肯定下来了，对不对？你成本加起来以后，品牌的溢价再上去，因为后来联想出了一台电脑以后，那个谁章子怡给代言的啊，卖的挺贵，1万多块钱那个电脑，小机身像跟他前几年出那个电脑，我最头疼的就是他前面几年出那个电脑最头疼的，为啥？如果这个电脑如果是坏了，我可能要带回站去维修。你知道他前面出的那几年那个电脑那个做工特别厚实，光那个机箱那个铁皮那个重量就很重的。但是后来你看出那个机箱就很薄，很薄很小，那成本很低，但是还挺爆款，因为什么有代言，你品牌价值出来了。你品牌有溢价，就跟现在奢侈品一样，你有品牌溢价了以后，它就支持你的一些服务在含在里头。然后你再加上你的销售量一上，它不就良性循环吗？那这听起来就是他们就是做对了这个布局啊，就是外企或者其他电脑没有做到这么好的服务跟细节上的东西，就没有建立起这个。绝对做不了，外企绝对做不了，外企绝对做不了。然后呢，国内的企业，当你出现这个问题，当你要扶持的时候，我就说正财为什么很多的正财都会甩给联想，真的是按照那个竞争的，就要在这里面你的这个主要的竞争对手还是外资，因为外资实力很强，那你必须要有一个够体量的一个市场主体跟他参与到竞争里面，对吧？这种主体怎么办呢？他就要有一定的扶持，对吧？你要出补贴，人家说你这个不正当竞争了，那就市场的有时候这些单子适当的倾斜了，对吧？那我们同理去看什么呢？就是国产替代。你比如国产替代，你说的这个芯片，你不管是芯片，还是我们的操作系统，还是我们的一些产业应用软件，在前面的时候，中美关系很好的时候，他会对你有要求。那中国的很多的产业发展离不开美国，因为它的高科技呀，它的一些技术呀，它的一些这个包括一些这个教学啊，对人才的培养呀，对你的这个生产力的发展都有一定的鼓励，对不对？那你这时候你在相应的领域里面，你要给他红利呀，对不对？你不能随便断人的红利，但是他对你一开始他要把你的红利掐断的时候，那你也要掐断他的红利。这就是实际上我们在这个领域里面，实际上我们前面的时候培育了一些企业，比如说我们做这个国产的 CPU 性能肯定不佳，然后它的比如说国产的这个 PC 机、国产的这个操作系统和国产的应用软件，它是因为什么呢？是你的量给它不够，它的成本很高，完全按照商业化，它自己没得不到那很好的发展，对吧？包括大家都熟知的这个半导体设计里面的那个 EDA 设计，是不是也一样？只是你给它的量不够，你给它的市场的参与度不够。那你当时你有意的，因为跟对外的合作，你把很多的大部分的市场份额给了外部，给外部的原因是你从外部要获取它比较先进的它的这个生产力呀，或者它对你的这个发展的一个助力。但当外界开始对你出现恶意，把你一个吸收或者成长的一个通道给你斩断的时候，那你势必是会给自己内部的一些企业更多的市场份额和更多的市场机会。比如说，发动贸易战，然后对科技进行限制以后，中国在这里面政产或者是自主可控这个领域里面，明显的把这个比例要提高了。以前可能是在个20%给这个自主可控，现在提到30%、50%。当你的这个市场的应用量还在，中国的大量的这个
更新迭代和这个新技术领域，大家都知道，然后都需要这些东西的时候，它就更新啊。每过2-3年以后，你那个资本折价就完了，不行了，它已经跟不上了以后，它需要更新新的配件了以后，然后你面临一个新的环境是什么？你给内部企业，国内的这个科技企业，你要订单要加码，加码是以前的2到3倍。你说它客户的应用的多了，对它的这个成长自然而然的提升。以前不是没有，是有，但是活得比较惨，因为什么呢？因为它订单少。订单少是因为你跟外部有这种合作关系，你没法给那么多订单。当外部合作的友谊之手被剪断，合作关系被切断的时候，那势必你内部的这个会大大的提升补充起来。对，那同样的这种的，比如说像联想这种角色的，他在未来如果让到一定程度没有了，完了以后他的角色就会比例下降。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看，比如说中国市场现在有那个微型电脑，对吧？有微型电脑，那未必就有联想了。以后的家用的 PCB， 就是 PC 机，除了一些突出的需求，你比如玩游戏或高端一些特殊要求大了，那一般家里面用的都是选择微型机，包括办公用这些机全是微型主机。微型主机我现在看恐怕联想回头拿订单恐怕面临很大的这个风险，而且那它也可以做啊，联想也可以出这种很基本的电脑啊。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自主可控的芯片不会给联想了，让他去集成了，然后让他去参与政采了，你明白吧？人家就会进到纯国产体系里头去了。但是它联想还是个集合体。但是它的品牌效应应该还好吧，在国内联想的话，应该。我觉得会拿另外一个干净的平台会去做，不会拿这个旧有的这种带有一定历史色彩或政治色彩的平台了。我为什么不拿一个新的一个平台去做呢？明白吗？因为他当时我前面说了，有特殊时期、特殊目的，最后做出大家一个相当于谈判合作的一个平台。当你谈判和合作不在的时候，那我为什么要用？还把这个红利？你想现在联想的股东、董事会成员都是什么样的人？我现在在新的这个自主可控的比例提高以后，我再把这个红利给他们，为什么要给他们红利呢？他没给我红利，我为什么要给他红利？那所以在你的看来是未来会有什么？就大概是什么品牌啊？有些现在有一些可以看得到的吗？现在已经有了，你比如说国产的像，现在还是多层次的，你比如说有对外合作的这种合作层次，但是就是以前完全都是欧美的那套的东西的占比就是占主导的，现在是什么呢？现在有合作的，你比如说仍然还有 X86体系的这种产品会有，但是也有脱离 X86出来的单独的这个产品体系。然后呢，有些平台里面可能就是国产化率或者国产自主化率或者主导性占比就提高一些的。你比如说现在就说华为被这样的体制，华为不是还留了1%的合作厂商是美国厂商吗？对吧？就是至少还是朋友的，给你留一点份额。所以说这个国产化率在这里面有一部分还留给是朋友。不是说美国对你的政策就是非常的这个敌对的时候，你不会完全一丝一点都不。如果有一些还是友商，还是朋友分得清，还是会留一些生意给朋友的。那这个里面，但是国产化率有比较高的，它会占比一些；这种带有合作的，它也会占比一些。但是像联想这种纯合作的这种弄完了以后，市场里面不太会以后再有角色。我个人是这样判断。对。那以后因为我不可能再给别人红利了。那以后就可能就小米或者什么，因为小米也有自己的一个电脑的部门吧，就做这种手提电脑啊、laptop 啊。小米的它的自主，
小米也是个集合的一个平台，也是个合作的平台，但是它跟那个联想的性质不太一样，但是它肯定不是自主化率最高的平台，所以我把它看成一个市场的一个营销合作的一个平台，而不是以科技为主导的一个平台。你能理解我的意思吧？就如果说我们看。对，如果我们看中国有可能在这个行业里面可能要稳步追上，然后要开始有新的一个引导趋势的话，那我看我觉得不会是这个小米，因为它自己的持有的核心专利量太少，不够。这个我们就不得不提到华为了。为什么华为这么难打？就是华为跟这个联想貌似看着一样，实际上性质完全不一样。就是华为它实际上就有点类似像我前面说的这个比亚迪，但是比比亚迪还更厉害在哪呢？就是它的产业矩阵的核心控制能力，或者它的技术的这个控制能力要超越比亚迪。你知道为什么？联想如果就说制裁联想，其实一点意义都没有，因为它就是一个大的集成商嘛，对不对？对。它品牌都是供应商，但是华为不一样，华为除了大家看聚焦都是在华为，但华为的实际上它华为生态里面的合作的厂商很多，各自都有各自的本事。不同的领域里头，不同的这个区域里头，它的合作有些这个生态里面，它是有特点的。你比如说华为的有一些，它可能华为把一部分专利授权给他了，授权给他以后，他这个合作厂商有可能，比如说在材料工艺或者制作工艺上面有他自己的绝活，有他的自己的特点。他不是单纯的给他，比如说我在你华为生态里面去做，而是我有一定的技术能力，就是这些整个一个产业矩阵或者说一个友商的矩阵或配套厂商的一个矩阵顶起来华为，一个是本身华为自己科技含量够厉害，就基本上这个肯定是这个中国的头部企业，然后呢，它的友商矩阵又得再把华为再拖一下。但是华为现在我们来看的话，因为它被打得挺惨的，就还可以做到一个所谓的中国的自主品牌的那个电脑出来嘛，就是从那个软件就 OS 去到硬件核心的 CPU 什么的，都还可以有这样的空间吗？让它去继续做吗？华为的问题是，实际上我们从企业的这个发展起来，就是华为对他来说，这个对他核心危险，其实就是因为手机给他供应了大量的现金流，利润率很高，现金流很高，这两个这个指标是非常重要的。掐掉它了以后，是实际上把这个利润率和这个现金流对它造成很大的影响。那它只能是通过多元化来，通过 to B 的业务，然后把这一块试图把它弥补上。解决这个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出自己可控的这个芯片，手机芯片，没有他法。你短期的应对之策就是开多个这个产品线啊。幸好呢，就是它很早的时候，其实就是我记得它一开始刚进的手机领域里面，大家都说它就是硬件很强，软件很差啊。这好在就是华为很快的就开始在软件或者系统上面着力，然后呢开始有那么几年的这个积累。这是很好的。然后呢，像现在这个 to B 的业务啊，产业行业里面一些应用的业务，前两天你比如说我去医院里面去看病的，我看那个医生他弄的那个信息终端那边还用的华为的这个通信设备。就这种 to B 的业务也可能利润率低一些，但下它量大呀，对吧？量大一些，板块多一些。给他呢弥补一些这个现金流，因为他还得投入啊，一个是投资，还有一个是产品迭代。然后呢，现在其实就是通过 to B 的业务输血给 to C 的业务，等着芯片。
芯片只要这个，我觉得7纳米的这个或者10纳米的这个产品能出来，5G 的产品能出来，就完全自主可控，中芯国际那个能出来，就基本上就是王者回归了。这个，哎，我不知道，我相对来说还没有这么乐观，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我也不知道它能不能够撑下去，因为你看那个最近那个 OPPO 不是也不行了嘛，就搞不好，因为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这个手机跟这个整体的那个消费者，他是的确是越来越不太有这个冲动去做这种消费了，就是所以整体都会慢下来，所以会导致到直接影响到他们的那个销售量会有下降，然后就那边销售量下降的话，它资金链就越来越困难了，去继续去撑着这个 R&D 的这个业务一起去做研发，所以我不太乐观。这个 OPPO 那个不能跟华为的这个进行等同，因为华为为什么华为比较特殊一些？就是华为是做通信起家，它实际上是做这个整个产业的一个从底层开始往，就是从底层开始往终端去做的。跟那个谁，跟那个OPPO 做，它是原来是做那个相当于终端，然后往上游去做，不太一样。从底层来说呢，就是底层它的应用场景很多，应用场景，然后它通信基本上你可以跨的这个设备领域就很大，对不对？然后你这个里面呢，它这个通信设备和终端设备这个量给你的就很大，但是你如果说你从上游开始往那个终端业务开始往上推，你没有那个底层的这个业务积累，那你就得面临的就是烧钱。我前面跟你说，这个产业里面就是烧钱，烧钱然后反哺，然后呢跟这市场的迭代要跟着起来，你起码得跟好几个周期，然后你的产品这个，而且你的应用的量要够大，你才能支撑了你的这个研发。但是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 OPPO 明显不具备这样的这个条件和基础，所以注定它烧不起，注定它烧不起。但是华为不太一样，华为是通信起家，你的这个行业的标准呀、协议啊、通信的规则很多的实际上你通过底层开始往上端去做的话，省了很多的成本。它就是它的研发成本和它应用的成本肯定比那个从终端你往上做的应用成本很低不少呢。但是如果你这样说的话，那其他的就没有希望了。你看，那么我们就应该直接抛弃小米啊，还有其他那个。小米它自己没有，它没有核心的芯片。我知道，但是他想做嘛，他们都想做嘛。他没有投，他没有时间去投。小米，你看小米的自己的专利，它很多的有可能是在应用端那个协议，它没有到那个底层，到不了底层。它其实挺清楚它自己的定位，它有些它去申请或者购买它的一些专利，是因为它对市场的考量。你比如说我的产品要进入到一个市场，你看它为什么不敢去深度打这个有些特别的欧洲市场和这个美国市场？你专利侵权人就给你揍回来了，赔得一塌糊涂，对吧？那他有些时候他自己研发的一些，然后买一些，是为了他的这个产品在市场里面能有一个好的地位。他从做这个前端是为了市场而考虑，而不是比如说我这个对一个产业整体规划，然后再去导，是从产品往市场导，它不是那种，它是由市场，我去占哪块市场，然后我去用这个本身一个专利，对吧？他的有些核心的一些东西也不是他自己做的，你让他去做设计什么这些东西，实际上他的在研发上面投资，你可以去查一下，没有，他还是一个，在我来看了，它还是一个整合的平台，它不是一个自己推动型的，它是以市场营销发挥，然后往上面上游导，只不过导的稍微比一般的整合的代理商、营销商多一些。有一定的话语权，就是说对
产品的这个设计架构理念有一定的话语权，但是你说主导产品出来的，他没有那个技术实力。我觉得他是想做了，就好像你说他想做，但是应该没有做出来而已了。但是他的确是想做的。他烧不起那个钱，他没有那个积累，他没有，他还是他的这个产业还是基于这个互联网的那个从终端开始往上游导，其实有点像阿里原来想走上游产业一样，我把互联网的接口和用户接口掌握了以后，然后往上游导。但是你在到制造业的时候，制造业可不是那样的这个逻辑。你说我客户有这样的需求过来，和制造业我推出一个产品引领消费习惯不是一个概念。那除了华为呢？就除了华为，就你觉得除了华为以外，在现在来看，就只有它有可能做成吗？就没有其他人了，就基本上没有竞争对手了，在这个研发路上。你要如果涉及到芯片来说，没有，手机芯片没有。那个阿里、腾讯跟百度不都是现在在自己做？他们应该专用芯片，他们设计都是专用芯片，专用一些场景里面的芯片，都不涉及到手机里面，因为你专利壁垒就给你封得死死的。他们设计的，你比如平头哥呀，这个寒武纪呀，或者是其他的，他们设计都是专业领域里面的设计出来的专业领域里的芯片。你比如说超算、人工智能，对吧？或者特殊的一些这个不是有些智能音箱呀，或者智能设备里面，它那个你放到那个通讯的手机终端里面，那个高通啊，什么这个那几家那个传统的通讯巨头的这专利都在那等着你呢。你敢进去以后，人家就告诉你，要不然授权，要不就侵权。可能除了华为在通信领域里面，这几个都没能打的。明白，那就对，就没有其他了，就是那也不好去做这种投资的策略啊。如果是就算是中国内部的话，它如果全部都是放到华为身上的话，二线里面可能中兴吧，中兴可能因为中兴在通信里面还是有一定的积累的，所以一线就是华为，二线就是中兴吧。那这样看来的话，它就没有我们之前所说的，好像咱们之前不就说中国这种投资战略就是投10家、100家，然后就让这1-2家变成最大嘛？那现在它连投的那个选择也没有这么多了。那你只能是投那个下面领域里面了。你比如说量子通信，量子通信跟传统的通信就不一样了。那就是你不能在传统的，为什么老说弯道超车？你不能在传统的这个产品技术迭代里面跟人家混，因为它已经积累那么多几十年的优势，你是没法撼动。你跑不出人家画的圈圈，只有可能，因为它是螺旋式的进展，对吧？螺旋的时候，你如果早一点切入到螺旋顶端的时候，那时候才有机会。所以你比如说量子通信跟那个传统通信就不一样。那这个领域里面，你如果你领先了以后，那后面的规则就按照你的办了。那他们你比如说产品，比如出光子芯片。或者硅基芯，现在是那个硅基芯片，我以后出碳基芯片，新的材料，出新的规则，就跟那个原来的传统的那个手机到智能手机，那规则就被改了。传统的汽车到这个新的新能源汽车规则就被改了。你只有在改规则的时候，你能扩大你的这个比率，你在原有那个领域里面是很难动的。所以中国就是量子通信、光子芯片，那个碳基芯片，这个领域里面你就开始超越，但是这个就相当于你超前到市场最后成熟，有一个很艰难的路要走。的确是。对。但是也要走了。好，谢谢你 Eric。好吧。好。好嘞。好。拜拜。好，拜拜。